唐山男子养出神奇大鹅，原本只想着能吃上鹅蛋，没想到这大鹅带得了孩子，抓得了小偷，还养活了这一大家子。22年后，商贩3次上门求购，想买这只大鹅，都遭到拒绝。这只大鹅究竟有多神奇？1986年，唐山男子张荣金和自己的妻子王金兰刚结婚不久，妻子在集市上买鸡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只个头偏大的蛋，商贩告诉他这是鹅蛋。王金兰还没有尝过鹅蛋的味道，于是便咬咬牙将它买了下来。回到家后却怎么都舍不得吃，恰好家里的老母鸡正在孵小鸡，王金兰就想着把这鹅蛋也放进鸡窝，看看能不能孵出来大鹅。夫妻俩左等右等，等到所有的小鸡都破壳而出后，这只大鹅还是没动静。夫妻俩都怀疑过这只大鹅已经孵不出来了，没想到在40多天的时候，大鹅突然破壳而出，全身毛茸茸的大鹅很快就俘获了王金兰的芳心。夫妻俩给大鹅取名为花花。花花从小就跟在家里的老母鸡身后，是老母鸡一手带大的。只不过随着花花的年纪越来越大，老母鸡也发现了花花和其他小鸡是不一样的，花花就这样遭到了排斥。无奈之下，王金兰只能给花花单独喂食。花花是一只聪明又通人性的大鹅，在花花出生几个月之后，张荣金和王金兰的孩子也出生了。花花对小主人的到来表现得十分欢喜，经常伸长了脖子想和小主人互动，但屡次遭到男主人的拒绝，生怕大鹅伤到孩子。让张荣金没想到的是，大鹅不仅不会伤害孩子，家里的2个小孩还都是花花一手带大的。唐山男子养出神奇大鹅，带得了娃，养得了家，这个家没他都得散。男主人张荣金那个时候只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，每个月的工资只够一家人基本的日常开销，但儿子年纪还小，需要补充营养。然而家里实在没有那么多钱去买营养品，夫妻俩每天都在为这事发愁。花花像是和主人有心灵感应一样，几天后的一天早上，妻子王金兰在花花的身子底下发现一颗尚且温热的鹅蛋，她小心翼翼地拿走了鹅蛋。花花一点也不生气，似乎是知道主人生活拮据，这才下蛋给小主人补充营养。这一下就是10几年，不仅养活了小主人，就连王金兰的第2个孩子都是吃着花花下的蛋长大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不是花花坚持下蛋，这个家或许还真就撑不下去了。那个时候，张荣金有一个从民办教师转到公办的机会，但需要交20元的进修费用，只是家里一点余钱都没有了。如果放弃这次机会，下次还不知道要等多久。能顺利转成公办的话，张荣金的工资也会有所提升。夫妻俩一合计，花花最近每隔1、2天都会下一颗蛋，不如先把这些蛋收集起来卖给村民。这确实是个不错的法子。夫妻俩靠售卖鹅蛋攒够了18块钱，随后又东拼西凑，终于凑够了20块钱。夫妻俩十分庆幸自己当初养了花花，如果没有花花，张荣金或许只能放弃这次晋升机会。大鹅不仅带得了孩子，还抓得了小偷。商贩3次上门求购这只神奇大鹅，主人都不愿意卖。这大鹅究竟有多聪明？大鹅花花非常聪明，在自家人面前十分温顺，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就十分警惕，尽职尽责的看家护院。村子里的小孩多多少少都有被大鹅拧的经历，而张荣金的2个孩子和大鹅相处的一直都十分和谐，2个孩子也不会将花花看作普通的家禽，而是把他当作哥哥一样对待。花花就像是家禽中的大家长，每次吃饭的时候，他都要等其他小鸡吃完之后才会去进食。但是对待外人的时候，花花就没有这么友好了。每次家里来了陌生人后，他都会扑腾着翅膀，警惕地对对方发出警告。如果这个时候张荣金告诉花花这是家里的客人，花花就会立刻安静下来，不再攻击对方。花花是看家护院的一把好手。某天夜里，张荣金夫妇俩早早就洗睡了，突然听到院子里的花花传来高亢又嘹亮的叫声。夫妻俩从没听过花花这么急切的声音，心想或许是出了什么事情。张荣金提着棍子就往屋外跑，不过他还是来晚了一步，院子里安安静静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反倒是花花嘴里有一小块布，似乎是从小偷身上扯下来的。谁都没想到花花对付敌人的时候能这么勇猛。张荣金家的神奇大鹅很快就在附近村子里传开了，有商贩专门上门求购花花，愿意出3倍的价格。只是张荣金夫妇俩始终不愿意将花花卖出去，他们和花花之间有特殊的情感。